2015年，一位来自河南的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生杨浩凯告别了祖国，远渡重洋前往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在美深造5年之后，他邂逅了无家可归的少女泰勒，两人一见倾心，迅速坠入爱河。喜结连理之后，他们开始拍摄短视频，分享甜蜜的婚后日常。2022年，泰勒在短视频里兴奋地宣布自己已经怀上了一个可爱的中国宝宝。然而时光流转，到了2023年，泰勒和浩凯却在网络上突然销声匿迹。他们的短视频账号持续数月都未曾更新，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大家好，我是南风。这背后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如今到底过得怎么样了？我们一起看看他们的故事。杨浩凯是河南焦作人，他出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朴实农民。杨浩凯和村里的其他孩子一样，是在这片土地的滋养下长大的。他吃着土里种出的粮食，穿的是用土里粮食换来的钱买来的衣服。不出意外的话，将来老了也要埋在这片土地里。他的父母一辈子都没去过省城，只知道儿子读书非常厉害，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2011年，杨浩凯成功考入了华中科技大学，一位名牌大学生的诞生，给这个原本平凡的家庭带来了无限的憧憬与希望。正当所有人都以为杨浩凯顺利毕业后会进入一家顶尖的机构工作，拿到一份相当不错的薪水，和同龄人一样按部就班地组建家庭时，杨浩凯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决定要出国留学深造。这是他的父辈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出国，那岂不是要背井离乡，远赴千里之外？杨浩凯的父亲欲言又止，儿子要出国深造确实是件好事儿，但是学费、生活费又该从哪儿来呢？家里就杨浩凯这么一个独子，要是去了美国就不回来了，那又该怎么办呢？杨浩凯的父母既感到欣喜，又有些难过，愁得他们大半夜都没能睡个好觉。不过杨浩凯安慰父母说，完全不用担心，这次出国留学花的都是美国提供的钱。原来美国的学校为杨浩凯这样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提供了非常丰厚的学费和生活费补贴。据他在视频里分享，他来美国读研究生总共5年，总共耗费了大约200万元人民币，没有动用中国的一分一毫资金。时间来到2015年，杨浩凯背起了沉重的行囊，独自一人登上了前往美国留学的航班。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他选择的是最廉价的一班经济舱，航班起飞时间是在深夜，中途还需要在一个地方转机，并且等候了好几个小时。第一次踏出国门的杨浩凯紧紧拽着自己的背包，背包里装满了父母从中国给他带来的珍贵物品。他心中满怀着对科研事业的无限热爱，毫不在意物质生活是否富足充裕。来到美国之后，父母难以再给予他经济上的支持，幸好他拿到了美国的补贴，生活才不至于太过拮据。20出头的杨浩凯意气风发，一心想要早日学成归来，报效国家。他身着仅有的那套正式衣衫，背着略显陈旧的双肩包，戴着黑框眼镜，静静伫立在美国高校的宏伟门前。从这一刻起，他充满挑战与希望的科研生涯正式拉开了序幕。生活拮据的杨浩凯在学校附近租住了一间小小的公寓，依靠着美国方面提供的微薄补贴，日复一日地埋头于浩瀚的文献，反复推演着复杂的数据。整整5年时光，杨浩凯始终没有交往过任何一位女朋友，原因在于他既没有充裕的金钱，也缺乏足够的时间。他仅有的那点资金，除去基本的吃饭和住房开销，根本没有任何结余可言。整日浸泡在实验室与图书馆中的杨浩凯，完全不知道应该去哪里才能偶遇到一位女朋友。甚至在美国留学期间，杨浩凯都从未自己动手剪过一次头发。在他的固有认知里，男士剪头30元都算昂贵的，美国理发店做一次发型没有200元人民币是出不来的。他就在家里对着镜子自己把头发剪短。有时候杨浩凯会怀念中国的美食，想念妈妈在大锅灶上煮出来的面片。出门看见叶子黄了几分，杨浩凯心想，地里的庄稼也该黄了。
杨浩凯发觉自己好像还是那个在微弱如豆的灯光下刻苦攻读的农村少年。但此刻他已真真切切地站立在美国的街头，他在心中仔细盘算着，快了，马上毕业就能回到祖国了。2020年，杨浩凯结束了自己长达5年的美国留学生涯，成功取得了博士学位。由于疫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他一时之间无法立即飞回中国，依旧在忙碌着工作和学习。杨浩凯在一次去学校上课的路上遇到了一个看上去可怜兮兮的少女，她的名字叫泰勒。刚刚大学毕业，因为家庭出现变故，导致无家可归。泰勒长得很有福气，面若圆盘，眉如新月，她头发乱糟糟地坐在路边。这情景瞬间让杨浩凯回忆起童话故事中的画面。卖火柴的小女孩，杨浩凯缓步走上前去，在她面前轻声询问：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面前的小姑娘眼眶微微泛红，一双手被冻得通红，像2根胡萝卜，看上去楚楚可怜，惹人疼惜。她轻轻地摇了摇头，没有说话。杨浩凯估摸着小姑娘是害羞，不好意思开口，便主动拿出自己的学生证。我是中国人，我愿意帮助你。女孩将信将疑地接过学生证，确定杨浩凯是值得信赖的人。她忍不住快要哭出声来，跟在杨浩凯的身后，随他一起回到了租住的公寓。泰勒出生于美国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自幼便备受家人的呵护与宠爱。据他本人回忆，小时候家里曾拥有3辆法拉利跑车。然而随着父母接连不断的创业，丰厚的家底逐渐被消耗殆尽。等到他大学毕业之时，竟然沦落到了无家可归的窘迫境地。而杨浩凯的出现对他而言无疑是一场生命的救赎。泰勒一时无处可去，杨浩凯便热情地邀请他暂住在自己的房间里。每当杨浩凯去学校上课的时候，他总是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还会巧妙地利用家里的现有食材，贴心地为杨浩凯准备夜宵和早餐。2个人就这样在彼此照应中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杨浩凯内心深处深知，自己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位单纯又可爱的美国姑娘。中国人向来讲究含蓄内敛，不会大张旗鼓地宣扬我爱你。中国人也不会像日本人那样说什么今夜的月色真美。既然喜欢，就要从实际行动上来证明。杨浩凯追求泰勒只做了2件事儿，第一件是带着泰勒去吃饭，第2件是从内心深处发掘出泰勒的美好与动人之处。泰勒对杨浩凯早已情根深重，芳心暗许，他满心期盼着能与他成为一对甜蜜的恋人。他日复一日地等待着，期盼着，却始终未能等到杨浩凯开口说出一句告白的话语。然而泰勒最终等来的是杨浩凯向他郑重求婚的惊喜。时间来到2020年，杨浩凯下定决心要向这位他亲手捡来的姑娘泰勒求婚。这位钢铁直男破天荒地精心准备了一束娇艳的玫瑰花，花束之中悄然摆放着一枚璀璨的钻戒。其实在杨浩凯内心深处，钻石对他而言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价值。然而追求心仪的女生不营造一点浪漫的氛围也确实不太合适。不出杨浩凯所料，泰勒立刻欣然接受了他的求婚，还热情地将他介绍给自己的家人。一位来自名牌大学的博士生，又出身于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文明，杨浩凯深受泰勒家人的喜爱与欢迎。尽管迎娶了一位来自异国的妻子，然而杨浩凯那颗炽热的中国心始终未曾动摇。身处遥远的异国他乡，他依然恪守着古老的传统习俗，为泰勒取了一个充满深意的中文名字杨泰勒。以我之姓冠你之名，这是何等浪漫而深情的中式告白。自杨浩凯与杨泰勒喜结连理以来，2人始终相敬如宾，恩爱有加，渴望与泰勒缔结永恒的情谊，迎娶泰勒。他甚至没有花费1分钱的彩礼。杨浩凯除了日常的工作以及学习之外的所有时间，都倾注在了陪伴泰勒身上。他悉心指导泰勒进行中文的学习，不仅教导他汉语的听说读写，还借此机会让他深入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有时候两人还会像热恋中的小情侣一般跑去游乐场，在旋转木马上欢度一整天的时光。两个人在熙熙攘攘的游乐场里紧紧拉着彼此的手，永远不愿放开。杨浩凯深深觉得能够遇见泰勒是此生最幸福最美好的事情。那些原本觉得平淡无趣的事物，在泰勒的感染下都变得格外生动有趣。杨浩凯热爱摄影，他举起相机为泰勒拍下了数不清的照片。在他的眼中，泰勒不像是一位异国女子，仿佛天生就带着东方的神韵与血脉。他那双深邃的眼眸与高挺的鼻梁，看上去仿佛是新疆人的后裔。他特意买来唐装汉服，精心打扮妻子，用这些典雅的传统服饰来勾勒他记忆中那绝代佳人的模样。在丈夫的耳濡目染之下，这位美国姑娘泰勒深深地爱上了中国文化。她开始欣然配合丈夫去尝试那些对她而言充满新奇与魅力的事物，比如那身姿婀娜的旗袍、盘发。她这才深深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是如此的精巧绝伦，令人着迷。在了解到中式婚礼那繁复而庄重的礼节后，她满怀憧憬地表示，渴望举办一场地道的中式婚礼。杨浩凯郑重承诺，待回国后一定为他补办。然而他们的回国之路却显得遥遥无期，希望渺茫。在日复一日的焦急等待中与难以排解的紧张情绪下，泰勒发现自己竟意外地怀孕了。2022年中旬，泰勒惊喜地发现自己怀上了身孕，这可把杨浩凯高兴得心花怒放。几年前他孤身一人前来攻读博士学位，没想到如今踏上归途时，竟然能够娇妻稚子相伴左右。怀上中国宝宝的泰勒对丈夫浩凯的依赖与日俱增，几乎到了如影随形、寸步不离的状态。她内心热切地期盼能早日回到中国，她渴望让孩子能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茁壮成长。这对夫妻当时坚持不懈地在网络上分享着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他们的粉丝数量一度高达50万之众。大家都满怀期待地盼望着杨浩凯能够带着泰勒风光地回到故乡。然而现实的情况却在不断地阻挠着他们前进的步伐。当时全球疫情形势十分严峻，为了那个尚未出世的小生命，他们两人丝毫不敢轻举妄动。泰勒和杨浩凯在一起之后变得从容不迫，充满自信，落落大方，优雅得体。每当面对镜头的时候，泰勒丝毫不会掩饰自己对丈夫的崇拜之情。既然短时间内无法回到国内，那就好好努力学习中文，为将来回国做好充分准备。中国人向来讲究命中注定，泰勒觉得自己和博士生老公杨浩凯，这仿佛是命中注定的安排。然而到了2022年年底，他们在发布了最后一条关于孩子的视频之后，便停更了好几个月。说得夸张一点，他们好像在全网都销声匿迹了。泰勒和浩凯到底有没有回到中国？泰勒生下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一家人究竟身在何处？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们继续往下探寻。小编在抖音平台的账号中，浩凯和泰勒的主页里并未发现最新的视频内容，也未能从中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在西瓜视频的同名账号上，发现他们在2023年9月份更新了当年的首个视频作品。视频中，一个可爱的混血宝宝正坐在地板上，那很可能是泰勒和浩凯的爱情结晶，看上去是个虎头虎脑、十分精神的小男孩。文案中并没有提及孩子的具体姓名。根据浩凯在过往视频中的透露，未来他和泰勒的孩子必须得跟随杨姓。用浩凯自己的话来说，身为中国人，姓氏的传统绝不能遗忘。不过，倘若这孩子出生在美国，那便会自动获得美国国籍。按照时间线来推算，这孩子大概率会是美国国籍。然而，浩凯对此事并未感到忧虑，因为拥有美国国籍的孩子在成年之际拥有一次自主选择国籍的权利。第二条于2023年更新的视频内容，展现了河南某地一场热闹的老年文艺演出。假若这两段视频确实出自浩凯或者凯特之手，那么便足以证明他们已然回到了河南的故乡。不过，外界依然存在一些质疑的声音。
浩凯和泰勒的账号更新突然中断，时隔许久才终于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之中，极有可能是因为真的离婚了。好了，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南风。如果你喜欢看更多的中外夫妻婚姻生活，请记得订阅，我们下期见。